早。早。算什么呢？算感情。啊？这是你的性格、颜值、魅力度、受教育程度、双商、相处融洽度，还有多巴胺、荷尔蒙之类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发生变化的因素。排除了所有这些会造成干扰的因素之后，带入公式算了一整个晚上。结果呢？我喜欢你，只是因为你，跟其他任何因素没有关系。这还差不多。当然了，我空窗期太久，这会影响我在择偶方面的选择跟判断。毕竟嘛，灵长类动物繁殖的越晚，才是最直接的社交驱动力。你没事吧？谋杀亲夫啊你！大哥，我伤的是脑袋。哎，医生，会不会破伤风啊？铁锈才会导致破伤风，他这是玻璃碴，应该没事。别应该啊，到底会不会有事儿？他要是死了，我让你赔命。又不是我下的毒手。没有疼。哦，对了，医生，江医生在哪？上次我挨了一枪，还是他动的手术，走太急，都忘了谢他。他现在应该在手术室。谢谢啊。Marcus Harvey, we prepared extremely well for this operation. If you find anything strange inside my stomach, Don't worry. I'll take out anything that should be there, and you'll have no future troubles. It's just a small operation. I swear to God, the operation will go without a hitch. Calm down, okay? 要不咱们下次再来吧。你有事吗？我不爱闻音乐能味儿。来都来了，再等等吧。这只是个小手术，不会太久的啊。哟，那个长得挺漂亮啊。一般。那么你觉得谁最漂亮？当然是你了。虚伪。你不觉得你很漂亮吗？我长得只是还行，谈不上漂亮吧。我觉得你最漂亮。情人眼里出西施嘛。不过呢，这是因为哺乳动物啊，它们在恋爱的时候，脑袋里会分泌一种叫做多巴胺的东西。那么这种化合物呢，会在特定的时候强行的扭曲你的审美，然后让我做出错误的判断。停！当我没问过。你生气了？好好说话，你能死啊？我就是这样的人呀，你看不惯，你为什么要喜欢我？行，我瞎，不行啊？你都不会好好说话，你还这么要求我？去！术前注意事项准备完毕。这名病人身份十分尊贵，手术过程千万不能出任何纰漏。好的，江医生。你紧张什么？没啊。你紧不紧张？我还看不出来啊。我吧，我就是有点焦虑。为什么焦虑啊？幼宁，你知道我做过最后悔的一件事是什么吗？什么？为逞一时之快，把诺曼抓进去了，把我自己给坑了。嗨，这种人渣当然要抓，否则上海就永无宁日了。他走了，上海是太平。可是这段时间一个案件都没有，我都快闲得长毛了。以前忙的时候吧，连饭都顾不上吃，还抱怨。
但是现在闲下来，我才发现原来探案这么好。我也好久没写稿了。前一阵子我去参加记者派对，他们一个个都高谈阔论，就我一个什么话都搭不上，真的尴尬到不行。你说，我们是不是有点贱啊？你贱。哎呀，老天爷，快给我一个案子吧！不用什么杀人案，小偷小摸的都行。阿弥陀佛，佛祖保佑，真主保佑，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江医生，你怎么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你快回去吧。别看了，走，去那边了解一下情况。别看了，别看了。什么情况？手术过程中发生了爆炸，患者当场死在手术台上。肠子、肚子震得到处都是，哎呀，天花板上都有，好恶心。所以你俩又克死一个，对吧？我俩当时在走廊，又没在案发现场。医疗事故还是什么？还不确定，我已经让验尸官来现场检查了。案发后，我第一时间派人清场，医生、护士都做了隔离，现场没人动过。死者身份？哈维侯爵，工部局最资深的董事。这个人在租界很有影响力，跟老爷子还有过过节。那死了不是正好？上个月，老爷子刚刚入了这家医院的股。对不起啊，路上堵车来晚了。案发现场就在手术室，今天晚上之前务必查出死者真正的死因。好，你们等我消息。因为你，我们跟英国人的关系闹得很僵，所以这个案子一定要快点破，不然他们会以为是老爷子在后面搞的鬼。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当然是零啊！你怎么知道？哈维侯爵的爵位是世袭的，他22岁从牛津毕业，之后从政50年，资历深、人脉广的，整个伦敦都没人敢动的，更何况上海了。这帮英国人平时看着挺绅士的，可这样发起狠来，比谁都厉害。I already told you, we need to suppress the power of the Chinese. You just don't listen. The case isn't over yet. It might not be a Chinese person who did it. I think we should wait and see first. The Marquis of Harvey is the Prime Minister's teacher, a prestigious aristocrat. On the eve of his bloody murder, he returned to England. If word of it gets out, then how are we going to explain it to the Prime Minister? The election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If people know that even one small part of Shanghai is out of control, then what about the reputa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Hold your horses. After all, it isn't certain if it was indeed a murder or not. Fine. We'll wait. And if it is murder, don't blame me for doing what I have to do. 你有多少人了？啊？小弟，你要干嘛？如果真打起来，我想预估一下战斗力。你要打谁啊？侯爵突然死在病床上，工部局内部肯定会分为两派，怀柔派会等待调查结果，然后再决定行动方针，而激进派则会直接行动，就算他们不亲自出手，也会动用周边力量施压，很麻烦的。常备力量400-500，如果提前准备的话，
加上外围2、3千吧。武器装备呢？手枪有，手雷也有，不过重型武器不多。同样，如果需要，可以从外面调。我衷心希望，这次只是简单的医疗事故，否则，上海可能要血流成河了。怎么样？初步判断，应该是谋杀案。谋杀？这是我在现场发现的，死者的胃部也有碎片。这个应该是个引爆装置，这个是雷管。我对军工知识不是太清楚，我建议你们还是找一个专家赶快分析一下。从爆炸的碎片上来看呢，爆炸装置很精细，那个残破的晶体管应该就是引爆装置。开膛的时候压力发生变化就会引爆。可是这么大的一个体积，是怎么进入死者身体的？吞进去的？这么大一个，你吞一个我看看。有没有可能是开刀放进去的？可是根据医生跟护士的口供说，他的腹部并没有切口，这也是他第一次做胃部手术。那就是手术过程中，医生偷偷放进去的。如果他们想杀人，完全可以在手术过程中切断他的动脉，然后再延迟缝合，让他失血过多而死。而且这最多算一个医疗事故，赔点钱就完了，何必搞这么麻烦呢？而且据医生说，手术过程中没有任何异常，一开膛就炸了，所有人都懵了，一点反应时间都没有。反正现在当务之急啊，是要赶紧搞明白，这个炸弹是怎么进入死者身体的。那个炸弹差不多有这么大，你试试。来啦，云姐，你怎么来啦？我是来找小鹿的。小鹿，小鹿，不是，我没欠房租呀。那你躲什么呀？对啊，不是，你来干嘛呀？哎，这一位是我的闺蜜，黄璐，是哈维侯爵的太太。我们两个啊是女校的同学，感情特别的好，就是没想到，哎呀，这年纪轻轻的就守了寡了，以后这日子。黄小姐，不，哈维太太，节哀。您跟哈维侯爵结婚多久了？啊，去年结的。之前我在圣乔治大学当校长助理，侯爵经常去视察，一来二去，我们就好上了。那你们俩年龄差的不小了啊。之前家里也不同意，后来呢，我有了身孕，家里才同意的。你俩都有孩子了？流产了。唉，原本啊想要一个的，但是没想到他就这么走了。看起来你也不怎么难过呀。难过也不用放在脸上嘛。我第一任丈夫死了之后，我天天出去玩，夜夜笙歌，玩了小半年。是突然有一天早上起来，睁开眼睛发现，真的没有人把早餐放在你的床前。那个时候我才开始痛哭流涕的。那是你姐夫，毕竟对你多好啊。侯爵他对你不好吗？在物质上啊，他尽量的满足我，但是在精神上，我们毕竟年龄相差比较大，再加上文化的差异，
其实我们相处的并不融洽。当初你嫁给他也不是因为爱情，路啊，都是自己选的。你这个小伙子说话我就不爱听了，谁不喜欢钱呐？那就是别人不承认罢了。傍有钱人，谁没傍过呀？我没傍过。傍有钱人也是需要姿色的。你帮我就行，用不着帮大款。你继续。结婚之后啊，花姐很冲，侯爵因为这个呀没少跟我吵架。但后来啊，我才发现他虽然是世袭贵族，在英国又有地还有庄园，但是其实他没什么钱。再加上跟前妻又有4个儿女，花销特别的大，能给我的也就是一栋别墅，再加上一些什么3流的古董字画。哎呦，因为钱的事儿啊，我没少跟他吵架。后来你知道吧，他还逼迫我说，如果我再逼他呀，他就回英国，再也不回来了，1分钱不给我留。你少花点不行吗？热爱生活，这也不算缺点吧？这个我支持你，爱钱无罪。不过，你找我干嘛？啊，出事之后啊，我在收拾遗物的时候，发现了保险单。如果侯爵是不幸身亡的话，那么我将是唯一的受益人。这是意外身亡险啊！对了，他之前啊得罪了一个什么姓白的白老大，所以他之前就特别的担心，说是怕被暗杀。如果他是意外身故的话，那将会获得一笔巨额的赔偿，所以呢，我就想来确认一下死因。恭喜你，侯爵确实是被谋杀。如果是被谋杀的话，那我是不是可以领钱了？用得着这么高兴吗？很抱歉，凶手还没抓到，不能结案。您可能呢还需要再等一等。那得等多久啊？这也得看案情的进展。哎呀，能不能快点呀？我最近啊看中了一匹荷兰的温血马，急等着用钱。哈维太太，您先生刚去世。侯爵生前非常喜欢马，买马也算是告慰亡夫之灵嘛。露露是我非常好的姐妹，这个案子你们一定要帮我抓紧办，赶紧抓到凶手。抓到凶手，下半年的房租给你们全免了。我尽力。要是还嫌不够的话，那我也可以。哎，够了！这个案子我们加班加点，火速给你结案。那就拜托各位了啊。走了。你知道吗？最近啊，我怎么感觉你放假好听？有病！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人？那个侯爵夫人有犯罪动机啊？动机固然重要，但我还是更想知道作案手段是什么。趁侯爵喝醉了，偷偷把炸弹塞他嘴里的。我还是那个问题，这个东西怎么塞进去呢？要不你再试试？加油，你一定可以的。嗯。确定是谋杀了？确定了，吞的炸弹，手术过程中爆炸，当场暴毙。哎，真是够惨烈的。看来这个事儿是想闹大呀。老爷子，您跟哈维勋爵有什么过节吗？啊，他是老派的贵族，当时啊主张租界治安由英国人全权代表，不同意分权，更不同意在租界上由华人担任探长。
当时为了把你推上去，可真是费了牛劲了。还好你争气，否则的话，真的不知道侯爵要找咱们多少麻烦。他死后，工部局的内部出现了很大的分歧。我听说了，有人建议对咱们施压，3天后有一艘军舰要抵达乌松港，这船上满载着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如果这件事情要上升到政治层面，他们有可能派军队剿匪。那要不要从外面调人啊？英国军队真的要是杀过来，咱们的人再多上10倍也没有用。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快破案，别让别人把脏水泼在咱身上。好，我明白了。哎，先生。过去。哥，我最近一直在烟馆待着，什么也没干。你紧张什么？看看这个。这是什么？什么？要么把这个放烟枪里慢慢抽，要么现在给我吞。哎，别呀，哥，那不得出人命啊！什么装置？这可不是一般的炸弹，您瞧这个，自动点火引爆器，瑞士科波特公司的新货，全上海有能力做这种炸弹的，不超过3个人。都有谁啊？一个当然是我，另一个是日本人，叫渡边雄一，好像加入了关东军，现在应该在奉天。还有谁啊？还有，名字我不知道，好像是个印度人，但没人见过他。印度人。我还是喜欢泥煤味重的，下次咱们去苏格兰喝个痛快。先看看这个，这是什么呀？最近几个月的海关进出口资料，其中有瑞士科波特公司生产的自动点火装置。先看看订购人，萨利姆。这不是咱们那个萨利姆吧？刚开始我也怀疑是不是重名，后来回信部帮我查了档案，我发现这大哥是英国的帝国理工学院毕业，专业是兵工制造，曾经在维克斯兵工厂干过。人不可貌相。如果这个事儿真是萨利姆干的，那这个脏水咱们是怎么也洗不干净。你怎么来了？兄弟，得罪了。走。你们到底在说什么？有没有搜查令？是转民宅是犯法的。乔登山知道这些事情吗？你们不能这样。伯伯，在屋里面发现几个雷管，还有一堆工具。带走。打倒。萨利姆，你可以啊！这么久了，我还不知道你有这个本事呢。我没杀人，没有。我没说你杀人，可制造炸弹也是重罪。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大哥，你吵吵的要见我，我来了你什么都不说，你是要请我吃宵夜吗？我就想要严家后果。我太太和孩子在伦敦过得很苦，我再不寄钱过去，他们就要可能回印度了。所以，你就制造炸弹？哼，那些黑帮叛为中国，赚了很多钱，却一直能想要发威，为什么我不会？我就想要挣一点钱，好好照顾家人而已。我相信你没杀人，可是这个案子非同小可，你必须把你知道的所有全都告诉我。之前我接的活，大多是改装强者。怎么改？
通过升级零部件增强是相互扣力。我改装的法罗式冲锋枪，每分钟能打300发子弹。那炸弹你做过多少个？做炸弹我还是第一次，对方给的价格很高，要求也高，我花了好久，终于才这次成功。对方什么人？我不知道。大哥，你再不老实交代，我就真没法帮你了。你真的想做别人的替罪羊吗？我确实不知道。上海有一个第三黑市，对方想要什么汇款要求和定金放到一个特定的邮筒里。我从来没见过对方，对方也没见过我。你不信可以带人过去看。邮筒在马桶路146弄，从前面打开是一个不同的邮筒，从后面输入密码就能打开后盖。那个炸弹有多大？这么大，你确定？我亲手制作的，怎么可能不知道尺寸？不可能啊！如果你不相信，我再做一个给你看。你们这群下等人，二位侯爵身份那么尊贵，怎么会让他一直躺在那个破地方，不能安息入土？怎么了这是？吵什么呢？他们要把尸体抢回去办葬礼，这是对他的家族，也对大英帝国最大的侮辱。之前不是验过尸了吗？尸检报告虽然出来了，那一旦还有周折呢，而且之前就出现过第2次验尸的情况。侯爵一级，要不金钱我最后再看一眼，必须拿走。Let's go, lads. Come on. 尸体是本案重要的证据，你们敢来巡捕房抢尸，一切后果自负啊！你是个小探长，我会随时撤了你。在工部局是听你的，但在巡捕房，在案件没有水落石出之前，得听法律的。你要把这件事升级政治事件吗？政治我可不懂，我只是一个探长。但如果谁耽误办案，我就对谁不客气。安德森，你先回去，我最后看一眼，然后我就把侯爵的尸体送回侯爵府上。All right, lads, let's back it up. Come on, let's go. 这梁子算是结下了。陆探长，吓着了吧？哎呀，可不嘛！那帮洋鬼子啊，平时看着挺绅士的，这发起脾气来，还挺吓人的哈。小雨，你换表了？啊，对。什么表？看看。哎呀，不是什么好表，也发财了。没有，攒了半年的工资，犒劳一下自己。鞋子也换了，英国货，还喷了香水，意大利货，鸟枪换炮啊！这是。哎，那个亮片，百乐门的吧？乔探长，你们是涨工资了吗？怎么可能啊？那一个验尸官月薪多少呀？百乐门都消费得起。是别人请我去的，我没有花钱。谁呀？我的一个朋友。姓名、身份、联系方式给我。这个是我的私事，私事就不能问了是吧？小雨，那个炸弹这么大，你猜是怎么放进死者身体？什么？我不太懂，我就是个验尸的。那你知道伪造验尸报告判多少年吗？什么意思啊？你要再不说，我就让阿斗审你。口供一出来，公事公办。我们俩想帮也帮不了你了啊！
探长，我错了。那说吧，什么情况？上个月我去大世界玩，看到一个女孩长得挺漂亮的，然后她一直冲着我笑，我没忍住，我就跟她搭讪了。然后，她说她很喜欢我，我的手表、鞋子、香水，还有这套西装，都是她送给我的。仙人跳？不是的，她是真心喜欢我，我们俩是一往情深啊。那她喜欢你哪儿呢？我的才华，我的知识。所以她知道你是个验尸官，对吧？当然，她还问我办过哪些案件，我告诉过她之后，她特别激动，她说我是这些案件后面的幕后英雄，说这些案件如果没有我，根本就破不了。说的倒没错。我们本来说好，等我忙过这一阵子，我们就结婚呢，只没想到好日子没过上几天，她老公就回来了。捉奸在床啊？不是奸情，我们是真心相爱。行，真爱，继续。她老公回来，把我痛揍了一顿，但是她老公是同意离婚，成全我俩，但是有条件是做假的验尸报告。我没法不答应他。他说要去巡捕房告我，说我勾当有妇之夫，让我丢工作呀。大哥，做假证跟假的验尸报告，这是要吃牢饭，犯法的呀。为了爱，冒点险我是愿意的。那个炸弹呢？从哪儿搞来的？我捡的，真的。上周五晚上，我通宵加班，我突然间听见窗户有一声响，我走出去一看，发现地上有一堆碎零件。真的假的呀？就在那扇窗户底下，不信你去看，那地上炸出了一个小坑。我捡了一些碎片放回现场，然后修改了部分细节。但是我绝对没有篡改重要的数据啊！我对天发誓，这个人真的是被炸死的，只不过他体内没有放炸弹而已。从尸体的状况来看，是从身体内部发生爆炸的，以胃部为中心，有热源，器官有严重的烧灼。他真的是被炸死的。如果你们不信，你可以去验尸啊。那个女的呢？在哪儿？你们可以抓我，但是我绝对不允许你们去伤害她。为了爱，我愿意牺牲一切。放心啊，我们只抓她老公，你呢，作为诈骗的受害人，配合调查，或许还有一线生机。把地址给我。这件事儿，千万别跟任何人说，不然我活了老命也保不了你。我知道，我知道了。房间早就被搬空了，我问了邻居和附近的居民，说这户人家白天从来不出门，窗帘紧闭，没有人见过他。租售记录有吗？这栋楼的业主姓白。什么？白老大买下这栋楼收租，我查了记录，租户登记用的是假名字，租期2个月，现金一次性付款。为了把线索引向老爷子，他们真是煞费苦心呐。这个局有点大呀，为了误导我们的调查方向，居然连验尸官都可以搞定。要不，你再去验个尸？尸体已经被炸烂了，而且不在第一案发现场，内脏什么都乱七八糟，即使我亲自验，也很难查出真相。那你再去现场看看吧。江医生在哪儿？在监房。带着他一起去。是。怎么这么臭？肚子胀人，满腹粪便，能不臭？你看，
天花板上都沾满了排泄物。手术前没进食吗？进了，可能之前有积食。对，这是术前调查单，所有项目都问了，确认没问题我才动的头。案发时你在哪儿？我在这儿，护士在那儿。当时手术进行到哪一步？刚开始，病人刚麻醉完，呼吸、心率和各方面指数都很正常。我做完消毒，刚把肚子剖开就炸了，病人当场死亡。爆炸瞬间你还记得吗？什么都不记得，眼前一片空白。当初病人要回伦敦做手术，是我建议病人家属，因为病人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最好能留在上海做手术。为什么要做这个手术呢？他的胃部有个肿瘤，良性的，很小，通过手术肯定可以切除病灶，因为手术小，风险不大。否则我哪敢干这种事儿啊？患者做过胃镜吗？之前在德国医院做，开刀之前，我们做过专家会诊，确定了手术方案，并且让病人和家属确认之后才正式收治的。那他为什么不在德国医院做呢？侯杰选择我，可能因为我是牛津大学毕业，咱俩是校友，所以他比较信任我。唉，沾上这种事儿，我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你说我这满肚子委屈，我跟谁说去？放心啊，你跟此事无关，不会让你背锅的。那我还能留在医院吗？你得跟我回巡捕房，这件事水太深，我怕有人会杀你灭口。啊？让护士们把侯杰的病历给我，记住，一页都不要少。病历。有英汉字典吗？哟，还有您不认识的单词呢。别废话，赶紧的呀！喏。tumor 就是肿瘤啊，连这个单词都不会，你不是号称学过医吗？明天你去一趟江平路的德国医院，去干嘛？了解一下侯爵的病史。不都写在病历上吗？也许还有咱们不了解的并发症啊。顺便问一下巴泽尔医生，他是从哪个学校毕业的？行，还想知道什么？侯爵当初为什么会转院？夫人，有位陆先生找您。叫什么夫人啊？那小姐，黄小姐。来，案子有眉目啦？查了一圈，感觉可能不是谋杀。什么？我们在现场没有找到任何可引爆的装置。可是这人不能无缘无故就爆炸了吧？之前有个电影明星吃了高浓度的减肥药就炸了，但是经过化验，侯爵体内并没有含有任何爆炸物的成分。他肯定是被谋杀的。你怎么知道？他在工部局之前一直坚持用英国人做事，得罪了很多中国人。那些黑帮啊，早就想干掉他了。啊，对不起啊，我没有其他意思。什么意思啊？我知道白老大是你的岳父。这个。你是个好人，又是康桥毕业的，家世这么清白，干嘛跟那种人家混在一起啊？我的私事儿就不用您关心了。黄小姐，您跟安德森关系怎么样？那可不是什么好人。嗯，
老头子去世以后啊，他跑过来，号称要帮我办葬礼，让我在葬礼上哭诉，暗示啊白老大跟这件事情有关。你说他是不是以为我白痴啊？侯爵在世的时候就很忌惮黑社会，何况现在我一个弱女子，让我平白无故的当枪子，还要得罪黑帮，啊，是脑子大牢了吧？你难道就真的不好奇他真正的死因吗？假如他真的是被谋杀的，英国政府会帮我做主，哪轮得着我呀？唉，我现在啊，什么都不想，就想钱。反正我的青春不能白白的牺牲了。你对他真的没感情啊？那老头子啊，古怪得很，他的那些佣人都烦死他了，从不进他房间的。不至于吧？英国贵族，一堆莫名其妙的臭毛，出门见客人、吃饭，甚至上厕所都要记录。他的这些佣人啊，都被他逼疯了。这是侯爵的起居录，你拿去看看吧。老头子以为啊，自己能名垂青史，几百年后便会对他的琐事感兴趣。他真以为自己是牛顿还是达芬奇呀？神奇！之前他还会吃些牛排，怎么最近吃的都是什么腐竹、鸡蛋、牛奶之类的？胃病，吃肉不易消化，手术前啊要多吃清淡的，这样对身体有好处。那他平时会吃什么药吗？这个我不懂，你得自己调查。这个是德文，我也看不懂，应该就治胃病的，或者就是壮阳的，反正都是一些备药，平时我也懒得管。侯爵的身体，你真的不在乎吗？刚开始结婚的时候啊，他挺疼我的，我对他也不错。但是后来，我发现什么钱啊、地啊、庄园的，都给了他的儿女。哼，我怎么可能再对他好起来啊？我嫁一个老头，我图什么呀？他胃部有个肿瘤，你知道吗？当然，当时他非要回伦敦做手术，是我劝他留在上海。为什么？他这个年纪，一旦回了英国，他就不会再回来了。我呢，这个年纪打死我也不想离开上海。伦敦也是个大城市，很好玩。你接受过高等教育，英语也好，很快就能适应。之前啊，有个亨利爵士带着他的娇妻回了英国，等他去世之后啊，那个傻妞什么都不懂，被人骗光了家财，还当了女佣。你觉得我怎么可能再重蹈覆辙呀？巴泽尔医生是哥廷根大学毕业的，之前一直在德国，前1年才来的上海。那侯爵的病情呢？巴泽尔医生说，侯爵的肿瘤是恶性的。什么？做完胃镜之后，巴泽尔从病人的角度建议，这个肿瘤即使是切除了，侯爵也活不了多久。鉴于患者年纪大，经不起折腾，所以劝他保守治疗。也就是说，江医生拿到的病历是伪造？没错。那伪造病历他们不怕穿帮吗？我听说侯爵之前接到了大法官的传票，让他回英国出庭作证。什么案子？诺曼之前跟侯爵是死敌。难怪了，以侯爵的身份，如果出庭作证，诺曼就没有机会再翻身了。看来这个诺曼在上海还留了不少余孽。那个案子审得怎么样了？线索很乱，而且有很多线索都指向你。为了坑我，他们真是豁出去。与其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出击呢。你想干嘛？诺曼在上海还有一些余孽，在这个当口杀英国人，你就不怕舆论？我只是担心，我怕再这么等下去，不知道要出多少幺蛾子。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除了你们，另外我又派了一组人在场。
查什么？有关哈维侯爵的一切。所以安德森之前去抢尸体，也是有所图谋的。这帮人为了钱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不怕遭报应？穷怕了呗。我也穷呀，而且呢会一直穷下去。你做好心理准备啊。没关系啊，大不了我可以养你啊。谢谢。对你好呢，这一点我肯定是能做到的。只不过我就担心有些人可能会变心哦。应该不会。小时候，我爹娘感情特别好，每天都黏在一起。后来，我娘越来越老，我爹呢，也越来越忙。我娘每天都见不到我爹，就只会闹。我爹也开始烦她了，就索性搬出去住。我娘就开始每天都抽大烟，偷偷的哭，哭到眼睛都快瞎了。放心，我不会这么对你。一开始谁都希望能天长地久，但是诱惑真的是太多了。理论上来说呢，动物为了繁衍后代，所以拒绝不了诱惑是本能。但是人有社会性，保持长久又稳定的家庭关系，可以让人更有使命感跟成就感。这两种人类独有的情绪，才更为珍贵。那你会喜欢上别人吗？如果我说会，你肯定要发飙；我说不会的话，你又要逼着我让我证明。但是这个怎么证明？这就是一道死题，没有意义。那什么问题才有意义呢？你应该问啊，如果我看到比你漂亮、比你聪明、比你有气质的女性，会不会动心？你会吗？会。怎么了这是？我相信你说的是实话。我跟你开玩笑呢。那个，今天晚上饭我烧，地我拖，想吃什么我给你做。早早，佑嘉，你小子怎么来了？坐。嘿嘿，嫂子送的。对，嫂子，我呀是三土哥的学弟，嘿嘿，你叫我罗佑嘉就行。你也是康桥毕业的？我俩是蒙学的同学。这个小子呢，不好好读书，现在只能当兵了。臭小子，晚饭吃了没？就知道吃呢。我跟你说，我这次来是奉了你姐的命令，带着你火速离开上海，赶紧的收拾东西跟我走。你为什么也要听他姐的呢？废话，我们家的军饷都是他哥给批的，那你说谁敢得罪他呀？我跟你说啊，这次我带了3000兵来，机枪、迫击炮我都带了，现在就驻扎在青浦，随时可以进城。3000人？你以为呢？人吃马喂，那可都是钱。大哥，你别为难我。我办案呢，你再给我3天时间。24小时，多1秒也不行。不就3000个兵吗？怕什么？有机枪，还有迫击炮。我之前问过老乔，你们家就400-500人，加上外围也就2-3千，而且没有重武器。三图，我告诉你，他们之所以敢抓你，是因为你是陆家的小儿子。作为家长，他们可以拿孝道来说事儿，但是接下来你有另外一个身份，我的丈夫。作为上海的合法公民，我还真就不信了，他们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你从我身边抢走。只要不怕激起民愤，他们尽管放马过来呗。
我有3个问题想要问你，请你一定要如实回答。行，你说。第一，你是真的喜欢我吗？不是喜欢，我爱你。第二，从小我爹娘感情就不好，所以我发誓，一定要嫁给一个好男人，一旦结婚，就永不离婚。这点你接受吗？没问题。第三，我可不打算婚后辞职带孩子啊。行，只要你开心，孩子我带都行。好，我没问题了。我只有一个问题。婚后，你能不能对我少动手，多跟我讲讲道理啊？知道啦，我尽量。等我一下。你愿意嫁给我吗？怎么？你结婚了？你要和幼宁结婚了？你跟老爷子商量了吗？喂，我。阿涛，阿涛，给我过来！哎，来了！我要和幼宁要结婚了。什么时候？明天。啊！召集弟兄们，今晚熬夜筹备婚礼。好的。这件婚纱你什么时候弄到的？当时我娘已经快不行了，她专门找人给我定做了这件婚纱。她跟我说，我的婚礼她赶不上了，以后她会在天上看着我穿这件婚纱，嫁给自己心爱的人。后来因为我爹，没有男生敢接近我，我真的以为自己这辈子都要单身了。没想到，娘，我做到了。主生，主生。哎，老爷子，怎么是个西式婚礼？这个别扭。中式婚礼流程太复杂，来不及。等这事儿过去，咱们再办个大的。该请的人都请了吗？都请了。黄老大在香港谈生意回不来，礼物也来不及准备，就派人送了箱金条过来。杜先生和于先生的帖子是我亲自送的。江湖上有头有脸的人，基本都会来。那些个当兵的有动静吗？六子在青浦监视，刚打电话说已经在来的路上。多久能到这里？应该不会超过半个小时吧。我们的人都准备好了吗？放心吧，附近的街区都安排了人。不过对方装备精良，如果真发生冲突的话，咱们也没什么胜算。浙江的兵不打招呼就进租界，他们就不怕英国人翻脸打？三土的姐姐和工部局打个招呼，英国人这次应该会旁观，毕竟咱们吃了亏，他们也算渔翁得利了。
马总，出去看看什么情况。好的，老大。组长，你派华子到闸北那儿走一趟，6号仓库还有200多个炸药包，跟他们玩玩。这次即便是输了，他们也别想占大便宜。哎，是记者，有20多个记者堵在门口，一人一个红包，打发他们走。他们非要见幽宁，否则就不走。开始来了。各位，抱歉啊，今天我们的婚礼办得有点仓促，没给大家留座位，所以请大家先回去。改天我们俩专程请大家吃饭。其实我们不是来采访的。白小姐大婚，我们都真心替您感到高兴。之前我们都瞧不起你，觉得你文笔又差，趣味也低。可是这1年来，无论是什么案子，你都坚持原则。今天我们听说有人要来抢婚，我们商量好了，上海滩所有媒体同行都会拿起相机守在这儿，看谁敢公然违法，企图侵犯这一对新人的公然权利。对，任何试图抢婚的人都会立刻成为上海滩各大报纸的头条。大家说是不是？是。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去厕所吗？不用。那你就先擦擦汗。你娶幼宁到底是权宜之计还是心甘情愿啊？你猜？如果是权宜之计的话，你现在跑还来得及。跑了我是专家，想去哪儿我帮你安排，保证谁也找不到你。婚礼当天你就把我拐走，你不怕他抓狂？幼宁是亲人，你是兄弟，凡事儿先紧着你来。放心吧，老乔。从小到大，我一直都稀里糊涂的。什么事儿都是别人帮我做决定，但这次跟幼宁结婚，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清醒、最坚定的决定。好啊，祝你幸福。怎么了？所有来教堂参加婚礼的宾客都被卢维家手下堵在路上了。杜先生和于先生也被拦了。是。老爷子，杜先生、于先生还有所有赶来的宾客全被堵在路上。就是天塌下来，也阻挡不了我女儿出嫁。认识我吗？罗大人，兄弟们，我今天来啊，不是来跟你们打仗的。路遥啊，是我兄弟，情同手足，放心吧，我不会把他怎么着的。既然是兄弟，你就不应该把来参加陆先生和白小姐婚礼的贵宾给扣押。既然是兄弟，他们的婚礼您得来呀。您见面道声喜，也算你们没白认识一场。
Lu Yao, I stand before you today as a representative of God's almighty church and our almighty and all-knowing God, to ask you, do you sincerely take this woman, Ba Youning, as your lawfully wedded wife, to have and to hold, in sickness and in health, for better or for poorer, till death do you part? 我愿意。 And Ba Youning, do you take this man, Lu Yao, as your lawfully wedded husband, to cherish, to have, and to hold,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for richer or for poorer, in sickness and in health, till death do you part? 我愿意。 You may give the groom the rings. May God bless this holy union, and may these 2 rings stand as a testament for all to see of your holy union, which no man can ever tear asunder. You may kiss the bride.您这次的行动是代表哪方面的意见？是谁给的授权，让您悍然在北空港之间？卢公子，这次行动是不是代表皖系军阀对江浙地区卷土重来的决心？听说令尊正在北京活动，是不是意味着战争即将在上海爆发呢？打算何时武力收复租界？在和平年代贸然发起中英之间的战争？是啊，请回答一下，回答一下，就占用一下时间，请回答一下我的问题。 我已经尽力了，真没想到这小子胆子这么大，简直是胡来！我和你娘当年也是私奔的，那时候你姥爷派兵来抓我，我也从来没怕过。三土的性格很像娘，像吗？都是表面上客客气气的，其实心里特有主意。 一旦拿定了主意，8匹马都拉不回头的主。这样的性格会吃亏的。你们几个就他最笨，你娘最担心的就是他。我是真的不希望看他走弯路啊。您之前给他安排的路，他已经走完了。接下来的路，还是让他自己走吧。 一个没看住，他就选了一条最艰难的路。这个女孩子我接触过，人很好，心也干净，有正义感，还有同情心，还有一股豪侠之气。有这样的贤内助，我相信三土会很幸福的。 三水，你去库房把三头的聘礼拿来。爹，那个家庭虽然不怎么样，可孩子是无辜的，不能让两个孩子吃苦啊。那您要不要亲自去趟上海，去看他俩一眼？我凭什么去上海？他又没请我。那我替他请您还不行吗？早知道结婚这么累，就不结了。什么？我错了，
我是说，早知道就不办婚礼了，旅行结婚不也挺好的吗？老乔说啊，老爷子觉得这个婚礼还得再补办，办一个规模更大的。这次呢，卢佑家挡住了所有的宾客，老头面子上挂不住。那些事回头再说吧。哎，我的嫁妆怎么还没到呢？你不是好生不收你爹的钱？那是我娘给我的嫁妆。再说了，我爹那么有钱，怎么能便宜他呢？是不是？乔老板空着手来的呀？不然呢？我结婚，新婚礼物都没有，这婚不是白结了？你急什么呀？我是替我们家老爷子送嫁。这个钥匙是马斯南路上有个独栋的别墅，佣人和司机都有。这个支票你俩随便填。另外啊，这是我的礼物，新款上周刚到的，我都没开过。不是你那么开心干嘛？你会开车吗？我当然高兴了，我开的可好。媳妇儿，收拾东西，准备出发。得嘞。去哪儿啊？我们两个已经决定了，接下来呢，去巴黎度个蜜月。你是不是忘了件事儿啊？啊？哈维侯爵的案子。啊。急吗？英国人的军舰已经到港了，你再不破案，他们就打过来了。那帮人记者可挡不住啊。行。那我勉为其难，再干最后一票。同志安德森到侯爵府上会合，我当场收拾这个杂碎。侯爵的病历我都看完了。这次爆炸真正的起因是幽门梗阻。什么？侯爵的胃黏膜大量的纤维化，形成了瘢痕性狭窄，造成了幽门梗阻。简单来说呢，幽门梗阻的病人胃部容物很难进入12指肠，他的粪便很难排出体外。之前你给我看了侯爵的起居注，术前他已经1周没有排便了。那不得憋死？对。由于他患有幽门梗阻，所以他的胃部积累了很多天的食物残渣，一直在他体内发酵甲烷。手术时胃壁被撑大变薄，切开了小口之后，体内的甲烷喷射出来，喷中了酒精灯引燃，从而引起了爆炸。可是之前我并不知道他有这个病啊。因为侯爵的病历是伪造的。我看病历的时候看到一个词儿 ，tumor。也就是肿瘤。这个时候，我突然起了疑心。英语跟德语同属于西日耳曼语，二者有很多单词拼法是一样的，但也有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 tumor， 巴泽尔毕业于哥廷根大学，跟我认识的很多德国医生一样，即便是英文病历，他也会写成 tumor。可是病历上的 tumor 并没有笔误，这就让我意识到。这个病例的执笔者并不是巴泽尔。后来我让佑宁去医院调查，发现侯爵得的是胃部的恶性肿瘤，即便手术也难逃一死，连医院都劝他要保守治疗，免得吃苦。可是你作为病患家属，却建议他转院做手术，这就更可疑了。我只是不想放弃，想让侯爵多留些日子。你只是不希望他病死而已。这份保险金太大，你舍不得放弃。这只是你的猜测，没有证据等于白说。我还没说完呢。根据胃镜记录，侯爵并不会患上幽门梗阻，真正的元凶是这瓶药。虽然标签已经被撕了，但是我从瓶底的标识在上海静安的慈济药房找到了购药记录。这是一种刚进口到上海的新药，购药人的签名是 JC 王，笔迹跟那份假病历上一模一样。随后，
我又从您毕业的圣乔治大学调取了您当年的作业，3份的字迹一模一样。那又能说明什么？这种药是治疗哮喘的，主要成分是异丙脱溴胺，平喘，无毒，但是有副作用，会降低胃的运动性，长期使用就会造成幽门梗阻。这种事情我怎么可能知道？你之前在圣乔治大学担任校长助理，我查过了，你的专业是医学，主修方向是营养学。术前2周，你假托医嘱，让侯爵食用了大量的腐竹、鸡蛋、牛奶之类的高蛋白食物，加重了他的积食。然后你又以家属的身份做了术前调查，谎称侯爵排便顺利。但如果真的是这样，案发现场就不会满屋子都是侯爵的粪便了。你处心积虑，步步为营，亲手酿造了这些医疗事故。我只是让侯爵用错了药，总不能算我死罪吧？其实如果只是这样的话，你本来可以逍遥法外的，但是你太谨慎了，所以你多做了一件事。你意识到侯爵身份特殊，死之后肯定会引发一系列调查，所以你必须想方设法去干扰调查方向。紧接着你用美人计搞定了巡捕房的验尸官。我从不认识什么验尸官。别逗了，你送他那块表，全上海就2、3块，都有订购记录的。案发后，白老大派人跟踪调查，居然发现你跟江湾跑马场的中方经理有染。看看，是不是他？是的，就是他逼我改的验尸报告。奸夫淫妇。他是奸夫，你就不是吗？路都是自己选，怪不得别人。你为了一个小白脸，不惜谋杀亲夫嫁祸别人，这潘金莲跟你比，都算是傻白甜了。他本来就是个要死的人了，我只是废物利用。再说了，这是侯爵欠我的，这些年我把青春都献给了他，他怎么对我的？这话你留着跟法官说吧，看看他能不能给你法外开恩。等等，你到底有没有喜欢过我？你也不找块镜子照照自己长什么样？慌。没事儿啊，等这事儿过去了，告诉哥喜欢什么样的，哥带你找。接下来该说说你的事儿了。侯爵接到法院的传票，让他回英国做证人。诺曼的情况很不利，所以你决定必须要阻止侯爵回国。但随后你又发现，侯爵夫人和小白脸摆仙人跳，验尸官又找不到炸弹。于是你委托萨利姆定制炸弹，为假的验尸报告提供证据。本案的2个涉案人都是乔探长的下属。这样一来，无论凶手是谁，老乔都难辞其咎。你之前来巡捕房抢尸，也是想提醒我们验尸官涉案。不得不说，你这招玩的是真漂亮。有没有证据？有啊，你之前付给萨利姆的英镑，出卖了。不可能，英镑上没有指纹。但是有编号啊。诺曼落网之后，我委托汇丰银行把本月从柜台支出的所有英镑都记录在案，那笔钱就是你的。本月10号，你从柜台取走了钱，当天萨利姆就收到了定金。看起来诺曼不在，你干活有点糙啊。我认罪，但是你别高兴得太早。大哥，我新婚，当然高兴。有件事，你大概还不知道吧？正由于缺乏侯爵关键的证词，诺曼已经恢复了自由身。
就很快会杀回上海。那他还真是英勇不散啊！办案你是专家，玩政治你们都是门外汉。来日方长，后会有期。我后会无期。 Mr. Liu, on behalf of all members of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thank you for showing your incredible prowess again and solving this case bravely. You're welcome. It is my job after all. 接下来你打算干什么？接下来，我打算带我太太去巴黎度过蜜月。去伦敦吧。I will cover all the expenses. Moreover, Mr. Liu, the Queen will reward you personally. Really? Are you joking? The report has been submitted with a high probability of successful approval. So, if you have time after your honeymoon, you can go to Scotland Yard for further study and then return to Shanghai 担任探长。当官就算了，我没兴趣，而且我也不太擅长管人。Then, wish you have a good time in London. 但是最近别回来了。为什么？ There was a lot of anger when the warlord and his men ran into the settlement because of your wedding. So we hope that you will not return to Shanghai until we're sure there won't be any problem like this. 我不在，你就乖一点啊，不然幼宁又得揍你。放心吧，我俩现在好着呢。谢谢三多，谢我什么？没什么，早点回来，等你。为什么不抱我？你脾气好一点，别总欺负他。如果被我知道的话，我给他发妞了。你敢？烦死了你！他只要不犯贱，我干嘛揍他？走啦，走吧。走了。哎，平时少泡妞，碰到合适的姑娘，赶紧选。走啦。探长，出什么事儿了？不好了，租界出事了。什么事儿啊？法租界公董局的全体董事昨夜死在金玉兰会所，从他们进去到集体死亡还不到1分钟，期间没有任何人出入，死因不明。法租界的事儿不归咱管。杜先生说让老爷子请你和陆先生过去，老爷子说这个面子必须给。他们俩已经走了呀。喂，露个脸行不行啊？一个人有什么好拍的？要拍就2个人拍。你先把脸转过来嘛。你是陆先生吧？没错，陆遥。这里有一份你的加急电报。谁给你发电报了？写什么了？